华夏万年历史，无奇不有。历史上居然有人吃过龙肉，还把龙养起来，建了一个动物园。欢迎来到万年通鉴，我们今天一起了解下这位吃龙肉奇人的传奇故事。少康登基成为天子之后，在位21年去世，传位给了儿子季柱。季柱即位以后，发明了用兽皮制作的铠甲，士兵们的战斗力大大增强。夏朝积极对外扩张，彻底征服了靠近东海的东夷部落，夏朝国力进入了鼎盛时期。季柱在位17年去世后，传位给儿子四怀。四怀在位44年，夏朝国力依旧保持强盛。四怀去世后，传位给儿子四芒。四芒在位58年，传位给儿子四谢。四谢在位16年，传位给儿子四部将。四部将在位59年，传位给自己的弟弟四肱。四肱在位21年，传位给儿子四锦。四锦在位20年，无子。在位的最后一年，天上出现了10个太阳。四锦当年去世，天子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堂兄四部将的儿子四孔甲。孔甲即位以后，当即大选嫔妃，歌舞宴乐。大司徒劝诫说，先祖大禹跋涉山川，足迹遍于九州，方才得到天下，成为天子。传位至太康，太康只知安逸享乐，便丢了国都，沦落他乡。所谓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。陛下若是每日如此嬉戏享乐，难免铸成大祸。孔甲表面虚心听取意见，实际上却没有丝毫改变。孔甲平时喜欢相信鬼神，为了振奋夏朝国力，孔甲修建了青帝、白帝、赤帝、黑帝、黄帝、五帝之庙，以及元女台、素女台、青女台、神女台、密妃阁，希望通过祭祀得到五帝和神女的保佑。各地装神弄鬼的小人看到孔甲迷信鬼神，纷纷前往首都博取高官厚禄。孔甲每日聚众做法，妄言神怪，巫师神婆们鸣钟击鼓，吹笙鼓簧，唱歌轰赞，望着空中不断召唤，希望可以招来神仙保佑。孔甲9年，天上突然落下来2条龙，一雌一雄。孔甲听说以后，亲自前去看了大喜，觉得这是祥瑞，于是派人在当地修建了一台驿园，台叫做玉龙台，园叫做养龙园，命令土正负责饲养2条龙。可惜2条龙难以驯服，不吃土正给予的饮食，于是孔甲杀了土正，又派人建造了一座人工湖，名叫养龙池，命令水正把龙牵入养龙池饲养。可是2条龙不愿意迁徙，孔甲又杀了水正。此后孔甲又命令庖正制作美食珍馐给2条龙吃，可惜2条龙不喜欢人间饮食，拒绝食用。孔甲暴怒，又杀了庖正。看到孔甲如此倒行逆施，大臣们纷纷劝解说，天子者，为其代天以养民，从没听说过天子要养天外之物的。陛下养着这2条龙没有半点好处，何况还为此杀了多名官员和百姓。可惜孔甲虽然表面从谏如流，行动上却依然我行我素。却说那2条龙不愿意吃孔甲投喂的食物，便在都城附近漫山遍野吞噬百姓家里的鸡犬牛羊，甚至把很多玩耍的小孩子都吃了。都城百姓人人气愤，打算组织屠龙队杀了那2条龙。但是孔甲严刑酷法，强令百姓不许伤害那2条龙。孔甲又遍告天下，寻找可以饲养龙的人。这时有尧帝的庶系子孙名叫刘累的人，自告奋勇前来应召，说自己在南海学习过扰龙之术，懂得如何饲养龙。孔甲见了当即大喜，给刘累任命了官职，派遣刘累去负责饲养那2条龙。于是刘累召集3000甲士，扮作28星宿，又用旌旗鱼盖假扮五彩云霞，用大鼓、竹石之声代替天上的雷鸣，燃烧运草制造烟雾，人力鼓扇代替大风，最后使用木龙喷水假扮神龙行云布雨。一时之间声势浩大，孔甲站在高台观看，全城的百姓也都出城观看。此时刘累乘坐一辆龙车，自己也扮作神龙的模样，手里拿着巨大的号角吹奏，模仿出龙吟的声音。那2条龙看到烟雨喷薄，雷电搏击，还以为天上玉帝派人来接自己回去，万分欣喜，径直朝着刘累做法的养龙池而来。见到神龙飞来，刘累立即命令甲士抛出鱼虾牛羊，2条神龙吃饱之后便落在池水当中休息。刘累禀告孔甲，
要求捕捉四方奇珍异兽来给神龙食用，又告诉孔甲说，再多的奇珍异兽，神龙终有吃腻的时候，必须给2条神龙建造楼台殿阁，其中水下建造水门、水宫、石洞、深潭，深潭中放置金光闪闪的宝珠和宝石，方能吸引神龙长久居住。水面建造龙王水府、雷公、电母、河伯等等众神的宫殿，再用旗帜烟雾假扮日月星辰彩云飞霞，如此2条龙才有居住在天庭的感觉，才不会再次离去，到处乱跑。孔甲看到刘泪说的煞有其事，心情大好，当即派人开始建造。不消数月，竟然建成了一座城池，名叫幻龙城，就在今天的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。幻龙城建好之后，池中第一殿叫做龙王殿，由孔甲的近臣扮作龙王住在里面，每日演奏龙宫之乐。第二坛叫做雷公坛，坛上设置了很多鼓炮，派遣武士扮作雷神住在里面，每天演奏雷神之乐。第三宫叫做天妃宫，孔甲让自己的嫔妃扮作天妃娘娘，每个嫔妃率领美女33人，假扮9天仙子住在里面，每天演奏天妃之乐。第四台叫做火地台，每日烟火不断，孔甲的近臣扮作火帝住在里面，每天演奏炎黄之乐。第五宫叫做河伯宫，里面摆满了珍珠莲、珊瑚树，孔甲的近臣扮作河伯住在里面，每日演奏咸池之乐。又在幻龙城北面建造了一座大殿，大殿叫做天皇殿，殿外有一个观景台叫做观龙台。孔甲住在这里，自己扮作玉皇大帝，一边看着左右的仙女歌舞，一边听着四方的仙乐，居高临下看着池中2条龙戏水。此时大殿下方的幻龙房里，刘泪演奏出龙吟的声音，诱导2条龙一起吟唱。此时的孔甲心情大好，游宴之后又到了玉龙亭，命令刘泪戏龙。刘泪当即给2条神龙投喂食物，2条龙又争又抢，引得孔甲哈哈大笑。孔甲当即分封刘泪为诸侯，号为玉龙氏。但是夏朝已经立国接近400年了，都城附近无地可封，于是孔甲抢夺了徐州诸侯史为氏的土地分给了刘泪。天下诸侯见到史为氏无缘无故就被抢夺了封地，大家都愤愤不平，担心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于是开始有诸侯不再来朝见天子孔甲。却说那2条龙住在幻龙城里，时间久了也没了心情。人间毕竟不是天界，灵气匮乏，更没有饱含灵气的灵食。其中的雄龙厌恶人间没有灵气的食物，不愿饮食，终日奄奄不乐。那条雌龙却没有那么挑食，流泪投喂的食物，不论生熟荤素，一概照单全收，大快朵颐。不料却因为贪吃伤了身体的灵气，不久就一病不起，当天晚上就死了。刘泪和其他工作人员当即吓得要死，只好先想方设法瞒住孔甲。众人再三商议，最后决定把死了的雌龙宰杀，做成肉酱给孔甲吃。据说世间美味没有能超过龙肉的，孔甲吃了之后竟然欣喜若狂，觉得自己人生几十年竟然不知有如此美味，便问道这是什么美味。刘泪战战兢兢说这是龙肉。此时孔甲心情正好，不仅没有怪罪刘泪，反而觉得吃得不尽兴，又觉得一直养着2条龙也没什么用，该玩的都已经玩过了，不如把剩下的1条龙也杀了，吃到肚子里享受。于是命令刘泪把剩下的1条龙也杀了，做成美食。刘泪此时感觉自己刚出了鬼门关，又到了奈何桥，没办法，只好回去和众人商议，最后决定用大网把剩下的那条雄龙网住再杀。却万万没想到，雄龙当即大怒，撕开渔网，龙尾一摆，打翻了幻龙城里的楼台宫殿，又一摆，只见风起云涌，水浪犹如钱塘江大潮一样，把住在幻龙城里假扮神仙的工作人员全部淹在水里。刘泪也落在了水中，幸好抱住一根木头，方才幸免于难。等到刘泪爬上岸边，那条雄龙早就飞走了。幻龙城里假扮神仙的众人也都大半被淹死了。刘泪欲哭无泪，知道自己的荣华富贵再也保不住了，再不逃走必定会被孔甲所杀，因此一路逃到鲁山，藏在了山林之中。刘泪逃走后，
徐州诸侯史维氏便想着如何要回自己的封地，因此便给孔甲献上美女和骏马。孔甲收了史维氏的美女和骏马，就撤销了流泪的封地，归还给史维氏。天下诸侯看到孔甲居然如此儿戏，大家惊得目瞪口呆。自此，天下诸侯就开始不再听命于天子孔甲，诸侯们开始互相争夺土地，杀伐不断。史维氏诸侯征战多年，整个徐州再无敌手，又给孔甲送去财帛美女，被孔甲任命为徐州诸侯之长。又有帝喾之子尧帝的弟弟子期的后人商侯被任命为豫州诸侯之长。东西南北各有一方诸侯统帅其余诸侯，被称为四大诸侯。很多小国诸侯被四大诸侯逼迫，开始不再朝见天子孔甲，只朝见四大诸侯。四大诸侯的国力一日比一日强盛。此时的天子孔甲后悔不已，但是已经无可奈何，心想只有用武力才能征服四大诸侯，于是派遣大臣去西安市牛首山采集铁矿，希望用铁制兵器击败使用青铜兵器的四大诸侯。可惜没等到铁矿采集成功，孔甲便去世了，把夏朝的烂摊子留给了自己的儿子四高。四高在位不足3年就去世了，又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四发。四发在位6年，来不及整顿夏朝国力，也去世了。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四杰，四杰继位以后积极改革，打算中兴夏朝。四杰到底做了些什么？为何不仅没有改革成功，反而国破家亡，落了个千古骂名？好了，今天的通鉴就到这里。如果您想了解完整的没有删减的中国历史，请点赞保存，从第一话开始观看。